大家好，今天视频我们来共同寻找下一次比特币的买点和潜在大涨的时间窗口。如果你错过比特币前面几次的涨势，我们将结合目前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和周线这个孔雀鱼指标里面的一些知识点来深入分析比特币未来有可能的走势，同时还将讨论美联储是否有可能会进行大幅降息。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警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超级孔雀鱼指标。有朋友是发现这一次下跌到 25K， 它是把所有的灰色均线都给跌破。那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案例啊？有的是在2012年。不过我们首先细心来观察一下这里面的时间周期，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不排除这边有可能就是一个 ABC 啊，只是吸纳的时间到底到位了没有？我们可以细心留意一下，比如说比特币自2021年的顶部 69K 高位下来，后面是在2022年的2月份开始，这边孔雀鱼指标是全部转为灰色的结构，而且这边灰色的均线组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犯了25周的均线，开始转红。转红的底部是在34周附近，底部持续了34周，直到这一个位置，现在的均线已经是开始转灰的。那现在也是一直在判断下一次比特币的买点，有可能这个孔雀鱼指标转为绿色的位置，有可能是很重要第三浪或者是追加的一个位置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时间跟2015年的时间是有高度参考性。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4年孔雀鱼指标这个均线是全部转为灰色，持续的时间是在27周左右。后面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红色的这个均线也是持续了32周。不过它第一波突破完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是走了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然后真正突破的点位就是在这一根 K 线。如果我们从这边灰色的时间开始计算，它后面真正突破这个上升三角压力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从这个灰色的均线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一根 K 线突破，时间是28周，日线的时间是在200多天左右。但是2015年这个上升三角的结构，它是在整理的区间是没有再跌破这个孔雀鱼指标的均线哦，是一直稳在这个上升三角里面。后面是最终突破，包括后面整个开启非常疯狂的牛市回归上涨的位置，从来是都没有跌破过这个超级孔雀鱼指标。所以这一次有不同点啊，就是它这一次是把这个均线给跌破。那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案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当时比特币第一浪上涨以后，第二浪它是把这个孔雀鱼指标均线给它跌破。后面二浪整理的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真正开启突破这个高点的位置是在这一根 K 线啊，时间也是175天左右。所以有没有可能二浪整理的时间历史上有这种高度参考性？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也是在跌破这一个孔雀鱼指标的时候，是在周线里面单周跌了20%。所以就目前的比特币，我个人观点，这个位置跌破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时间到底会不会持续到10月份？我个人是觉得10月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另外，很多朋友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下去，现在经济这么差，根本就没有流动性。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则报道 ，BitMEX 创始人 Arthur， 他是表示美联储的政策跟反通胀或者是目标是有一点背道而驰，或者有可能会大幅降息，甚至重启量化宽松。那这里面有2个点啊，加息会增加美国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加息相当于向富人提供财政刺激，因为有钱的人利率这么高，你可能存在银行，它就会有更多的流动性，会有更多的资金。还有另外一个点，这些利息的支付也同时增加了货币的供应，所以是觉得跟反通胀的目标有一点背道而驰啊。至于美联储有没有可能大幅降息，甚至重启量化宽松，其实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是不利于经济体下的那一些企业在市场里面开展业务，或者是美国政府它也很难通过发行债券来继续融资。
然后这边还有提到一个观点，随着美国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失控，因为朋友们都知道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是一直在往上涨，那代表着美国国债现货的价格就是一直在往下跌，所以也不排除美国政府很难再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因为很多国家都在抛售美债，根本抵不过美国现在发行的利率，至少都要 5%， 所以旧债就会被很多国家给抛弃，就导致美国的国债会大幅的下跌。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目前的利率这一张图表，它现在是在 5.5 的高位。我们要思考一下，有很多朋友是觉得如果经济崩塌的情况下，比特币会跌下去，想跟大家讲，不是这个道理啊。崩塌的情况下会有散户恐慌短期的情绪踩踏，但是整个中长线往往是在出问题的时候，它会大幅的降息。所以按照 BitMEX 创始人的一个观点，不排除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在目前 5.5 的高位，在未来的某一天，万一是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会不会大幅的降息，甚至把利率直接给我达到0的一个利率。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疫情危机爆发的时候，是在2020年的3月份，这边是在2020年的2月份，当时的利率是在 1.7 附近。疫情爆发以后，就是因为经济遇到问题，2020年的3月份直接把 1.7 的利率一下子降到0利率，所以也是不排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或者是金融方面出问题的情况下，都会把利率直接降到非常非常低的位置，某一个执政者都会这样子来做。所以对比特币来讲，类似前面的一个观点，真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比特币可是具有黄金避险的属性啊。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在今年的3月份是有第二波的拉升，也就是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拉到高位。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横盘过去计算，到这根螺旋 K 线的位置，这里面的时间是53根，或者是第3次比特币的拉升，也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拉到高位以后，这边给大家踩刹车。如果横盘到这一次崩盘的点位，它这边也是54根。那这一次崩盘到低点以后，我的估计也不排除主力是非常有实力的主力，它也不排除会在这个位置再横个50多根，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会不会到时往上去突破？所以买点的位置有可能会不会在10月份左右。而且我们再拉一个时间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到10月份，这个时间有没有感觉很熟悉？200多天，不排除是不是整个长线比特币就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到时候会被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